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双面镜，我是文艺。那今天要带来一个久违的3个月一次的双人关系占卜啦。那好，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双人占卜。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牌组，第一组呢是乌龟牌，乌龟。第二组呢是金鱼。第三组呢是章鱼。那跟以往一样，你可以选择喜欢的牌或者是喜欢的物件。时间不够的话，可以按暂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海龟你们的牌咯，有关你们心中对象的关系。然后呢，我会把它分成 A 跟 B， 所以就按照你们自己的现况下去做代入。这边的话是 A， 我们来看一下 A 现在在这段关系当中的状况。第一张呢是圣杯7、圣杯1跟圣杯王子。因为牌比较多，所以我可能会卡到画面。圣杯7代表 A 现在在这段关系的状况呢，其实对于这段关系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未来想象在的。那不管说是还有相处当中，还是没有相处当中，对于这段关系还存有着蛮多的幻想的，希望跟对方再联络啊，希望跟对方能往下一步走啊，希望跟对方能结婚啊，或者是说能出去旅行啊，就是有各种想要跟对方做的事情，然后也在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说服对方跟自己一起去完成那些自己的梦想。也不是说所有想的事情都必须得做到的，只是纯粹说能跟对方做多一点是事多一点。然后呢，圣杯1代表的是，A 其实也会希望说，也会有一点担心，怕自己的感情太多，然后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太多，导致对方反感了，或者是说操之过急，反而去毁掉这段关系。这个是 A 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也会担心的，就是有一点把它当成是玻璃在护着的感觉吧。不是说对这段关系完全没有想法的，有，可是又怕自己想法太多，做的太多，然后反而弄巧成拙。然后呢，圣杯王子，那其实说真的，如果今天有必要的话，你要 A 去退让，然后要 A 去改变一些个性，要 A 去委屈一点，其实 A 是可以做到的。但同时之间，这也是 A 会去担心的点。会不会自己的退让，然后会不会自己的委屈，到头来反而让自己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觉得 A 在现在面对到这段关系有一点点迷茫的状态。他是认真的喜欢，也是喜欢，然后想要这段关系能变得更加深入，然后更加浓厚的。可是重点是自己在处理这段关系的方式，或面对到感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说，可能会对于这段关系造成一些伤害，然后就会让 A 其实有点迷茫，说到底确切要怎么样抓那个度，才是对自己也好，对对方也好，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又能变好的。但总体而言呢，我觉得 A 在想到跟 B 的关系的时候，都是带有感情在里面的，然后带有好感跟期待在里面的。只是说，很多时候现实当中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对彼此都好，他其实没有办法说得很明白。这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B 的状态。第一张呢是圣杯5，然后战车跟权杖7。好。那基本上嘞，圣杯5代表是 B 现在的状况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没有联络或者是说吵架的话，我觉得他现在很大很大的念头就想要和好，他想要和好，然后想要这段关系好，就是这段关系能。就算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那么要好的样子，但至少也恢复到像朋友一般能正常相处的样子。对，如果说你们是断联或是吵架的状况，那一般相处良好的情况下 ，B 的心态就只是希望两个人能不吵架就不吵架，那吵架的话也希望能找到和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不要吵隔天的啦。
那就算真的吵了，那当下可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的话，也希望能尽快的解决，或者是说赶紧见面把这件事情给讲开，然后让大家恢复到舒服的样子。然后呢，战车牌，我觉得 B 呢，他其实是有心去推动这段关系，可是重点是他没有什么方法，也没什么想法。他其实，在面对到这段关系，或者说他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蛮冲动的人。很多时候他想做，他就会起那个点子，他就是想去做。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把未来给想好？是不是有把中间的要怎么样做的那个步骤给想好？不一定。他纯粹就是我想要做，我想去，我就推动了。但是可能他做出来的方式不见得是对周围的人好的，可能做出来的方法、讲出来的话，不见得是会被周围人给接受的。所以他其实面对到这段关系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然后他也想要这段关系能变得更好。可是重点是他其实没有思虑清楚就去推动很多的事情，或是去说很多的话，所以有时候跟你吵架，他可能会讲出一些比较直白或比较伤人的话，可他并没有那个意思。这样，就譬如说，哦，你就是很讨厌啦，我就是要跟你分手啦，或者是说，哦，我就是不想要再跟你讲话了。其实有时候他讲的只是冲动的话，但并不是说他真的已经思考过后，他真的决定想要跟你分手，或者他真的决定好想要跟你散开，或者是说已经决定好这么做才是最对的，他才去做那件事情，并不是。很多时候他就是当下的情境，他就随便就按，就是有那种开车了怎么办？遇到状况了，踩下去就对了，那种感觉，就是没有思考说踩下去的状况是我会闯红灯，还是会撞到人。但我总觉得当下呢，紧急之下我踩下去就对了。那不然就冲就对了，这样。所以有时候在面对到这段关系，他即便说，有这个心去推动，但是不见得能被另外一方给理解，他到底想干嘛。所以我觉得 B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在面对到跟 A 的这段关系，他有这个意思，想要吵架的也希望和好，或者说对于这段关系有想要推动的意思。但有时候他使用的方法或说出来的话很难被 A 给理解，甚至有可能会伤害到 A。然后呢，权杖7代表的是他现在呢，我觉得 B 现在觉得这段关系当中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了，而且坦白讲，他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他有一点被卡住的状态。我不确定是他自己那一方有一些问题导致他跟 A 之间的关系卡关，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譬如说爱面子啊，或者是说不够聪明啊，或者是说不够有钱啊，一些自己本身的条件因素导致了，他跟 A 之间的关系如果要进展的话，会有一个蛮长期的问题，他没办法解决的。对，就是不能说它是个长期问题啦，应该是说要解决掉它不是1天2天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所以对于 B 来讲，他在这段关系当中觉得有心想要推动，但是他第一个他不知道方法，那就会导致说，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会觉得蛮辛苦蛮累的，然后就觉得绑手绑脚的。对，因为我觉得他自己也许本身的个性是我要做，我现在就想做，我想要达成那个目标，我就会努力的赶快达成那个目标。可是，一旦事与愿违，然后情况不允许，然后要把它压在那个地方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怎么那么痛苦？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人生？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喜欢的人，然后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他就会有那种郁闷感在。”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A 对 B 的想法。第一张呢是钱币7、权杖6、宝剑7、单相思的爱跟家庭因素，治疗家庭议题啊，不好意思，治疗家庭议题。好，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张，钱币7呢代表的是他会因为现在觉得 B 是一个想很多的人，而且他应该说，与其说想很多，不如想说顾虑很多啦。就是哎呦，做这件事情要花多少钱啊？哎呦，做那个事情要花我多久时间？要牺牲多久时间？会不会影响到我工作？就是感觉好像会顾虑很多现实当中的条件，或者说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是担心自己能力做不到选择，卡在那个地方不动。
那有时候是担心自己的钱的问题，然后卡在那边不动。可是重点是，对于 A 来讲，有时候很难以理解的原因，是因为你顾虑那么多，你都没去做做看，你怎么知道说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你顾虑的都一定会发生。所以 A 其实没有抱怨说 B 的这个顾虑多的个性不好，只是有时候造成很多事情会卡关或反应慢的状况，对吧？虽然说这毕竟可能对于 A 来讲，这毕竟也是个优点啊，至少很多事情你是有考虑过，详细怎么讲才去做决定的嘛。但是呢，就是有点难以理解，就是。B 在做决定的那个顾虑点，因为有时候其实 B 的内心当中，有时候他只是冲动的去决定很多事情，他根本就没想到那么清楚。但可能因为这个人，因为 B 本身比较会讲话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会让 A 觉得说啊，他好像是真的很认真在思考，然后其实想的很多，想的很长远。其实不是 ，B 只是纯粹当下讲什么就冲动讲什么。对，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个性有点不一样啦。对，有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 A 的个性呢，有时候有点恋爱脑的状况，就是进到感情当中呢，就是只要对方愿意解释，我就愿意听；然后只要对方讲的就是理智，然后有道理，只要让他感觉好像有道理，不管是不是真的有道理，但只要让他感觉有道理，他好像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A 这一块部分是碰到感情上真的有一点点恋爱脑的状况，然后好。回到原来的主题，这样，然后来这一边啊，权杖六代表的是说，A 会觉得 B 呢，好像有一些条件可能不够好的地方，那有可能 B 他自己本身就也这么觉得啦，对吧？就是可能 B 在某些地方一直想要成功，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要求，所以 A 其实也有为 B 蛮担心的，甚至是觉得说 B 为了要达到那些目标，然后去牺牲了跟他之间的关系，对，所以导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不愉快。譬如说 B 很在意工作，很在意金钱，那可能就会为了工作、为了金钱，会为了照顾家庭，然后牺牲掉跟 B 之间的关系跟 A 之间的关系还有相处时间。类似这一种啦，对吧？所以A 有时候会觉得说 B 身上的一些不足的点会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两个人之间的沟通的误会，或者说让彼此心痛的那一种误会出来了。然后嘞，宝剑七。基本上，我觉得在 A 的感觉当中，他其实是能感觉得到 B 是喜欢自己 ，B 是在乎自己的。可是不管说 B 表现出来的或讲出来的爱有多深，对于 A 来讲，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还是会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不是感情上没有安全感的话，可能就是在对方的条件上，就是在 B 身上的一些条件会没有安全感。譬如说，真的以后钱会赚够吗？或是说，真的以后他，如果说真的，假设跟这个人结婚好了，对，假设跟这个人结婚的话，他真的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吗？如果面对到自己的父母，那面对到就是 B 的父母 ，B 又会站在自己这边吗？或者是说，可能以后未来如果真的想在一起，会遇到一些现实状况，那 B 真的有办法解决吗？还是说他最后会承担不了，他会落跑？我觉得对于 A 来讲，其实我是觉得 A 本身呢，也是一个，他觉得A 觉得 B 顾虑很多，但我觉得 A 自己内心戏也颇多的啦，就是很会想象，就是不一样的情节这样子。然后再去想象有可能会发生事情，有好有坏啦，就是会想象好事，也会想象坏事这样。但不管怎么样，对于 A 来讲，他其实还是会去担心说 B 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就是没有像自己在乎他一样在乎自己，这样在乎对方一样在乎自己这样。然后会去担心说会不会到时候真的有压力了，有状况了，然后 B 不会站在自己这一边，然后 B 不会挺自己，这样就是会有各种的担心，但并不是说
真的发生事情了。当然有一些你们如果发生状况的话，就代表可能 A 跟 B 吵架情况当中，对于 A 来讲 ，B 处理事情的方式会让 A 觉得不够有担当，有时候会让他觉得不够有担当，然后让他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对，就算说你讲出来的是有道理，但是我还是觉得当下没有被支持到，因为我觉得 A 他蛮在意的是情感上的支持度，但是对于 B 来讲，他可能顾虑的比较多啦。然后嘞，单相思的爱 ，A 其实会觉得有时候好像自己好像有点可有可无的感觉呢，是不是？有时候会有点担心，说是不是因为自己付出的太多，然后自己容忍的太多，然后自己退让的太多，然后自己是不是条件不好？其实有时候 A 也会自暴自弃的 ，A 也会觉得自己的条件可能不够好，对，然后也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觉得说，要么是自己的条件不够好，导致对方不喜欢自己，那要么就自己付出太多，然后对方就是占自己便宜，这样我是觉得他也会担心啊，在感情当中就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跟想太多。然后他现在就会觉得说 ，A 有时候他会感觉到 A 对自己好像没那么在乎，好像可有可无的感觉，然后好像随时都可以，就是如果自己真的做不好，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被抛掉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就是也会有点担心说 B 的经济状况啦，对吧？那会担心说，就算自己想跟 B 在一起好了，可是如果 B 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的话，或者说有一些经济问题存在的话，那会不会到时候这一段关系变成一场空？这样就是也会担心对方的一个财务状况的，或担心就是担心这段关系当中的财务状况啦。就因为我觉得 A 他本身的有时候是担心对方，有时候担心自己，所以这个财务状况不一定都是担心对方，有可能是担心 A 他自己本身，然后导致这段关系会失败。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想比较多，然后注意不是那个治疗家庭议题。那当然字面有可能是字面上的意思啊，那他觉得跟 B 之间的关系未来或是说现在两方的某一方家庭是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问题，会造成两人之间蛮多的烦恼跟纠结的。对，所以这也是可能 A 会有点顾虑这段关系的点。那可能是彼此家人的问题，或者是说可能各自成长背景的关系，导致在相处起来会有摩擦。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B 对于 A 的想法是什么。第一张呢是权杖8、权杖5、权杖7，结婚牌跟过去式的关系。好，权杖8呢代表的是，现在呢 ，B 会觉得 A 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听得懂自己讲什么，你知道吗？就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之间容易有沟通上的误会。就是其实自己讲话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对方偏偏都会听出那个意思。然后或者是说对方其实讲话没那个意思，但自己就会误会成说对方是不是在抱怨什么这样。其实有时候关系并不是说真的有问题，而是两个人之间沟通常常会去误会对方一些东西。我觉得 B 没有否认说自己有时候也是会小心眼，就是对于 A 讲的话有时候会小心眼的。可是他觉得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啊，就是自己确实也是对 A 是有热情、有喜欢，也是喜欢跟他互动跟聊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在沟通上，好像有一种明明就没有要作对，但是莫名其妙变成作对，变成敌人的那种感觉。但并不一定是真的吵架，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大吵，但有些人就只是说，可能在日常的互动当中不小心说了一句话，然后可能就会惹到对方，或对方讲一句话不想惹到自己，但其实讲开了之后，发现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然后就是那一段就是中间那一段就白白气了这样子，然后造成彼此之间的就是不愉快。然后嘞，权杖5代表，对于B 来讲啊，他会觉得说 A 有时候比较
偏执啊，就是会有一点钻牛角尖的状况出来。重点是他有一点抓不太清楚到底 A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出来，然后 A 为什么会那样做。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观有点不太一样，还有在面对到感情的各个感情也好，还是说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也好，处理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两个人之间有观念上的不同啦，但是并不是说不能解决啊，也不是说两个人之间一定会非得要大吵，但只是当观念不同的时候，然后某一方可能又某一方可能一刚开始会一直固执在自己固执的点的时候，就会导致另外一方觉得就是固执的那一方就是偏执嘛，就是你一直在坚持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情，这样。所以 B 有时候会觉得在跟 A 的相处过程当中，会觉得 A 有点就是会想一些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譬如说，光是可能出去吃个饭。那对于 A 来讲，他就觉得一定要带伞，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下雷阵雨这样。可是对于 B 来讲，你不是看了那个气象预报没有要下雨了吗？干嘛那么坚持一定要带伞？但是对于 A 来讲，就是一定要带伞，带着总比没带好这样子。那 B 有时候就觉得说，真的也不是说什么大事啊，当然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特别必要，但你就是要固执在那个地方里面这样子。然后有时候这种坚持，如果碰到，如果刚好今天带伞这件事情会是 B 觉得非常非常麻烦，然后非常非常占空间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不愉快。然后嘞，权杖九代表，但是重点是对于 B 来讲，他其实还是对于 A 有很多的热心，很多的喜欢的。那综合刚刚上面两张，其实都比较多是沟通的误会，但是他也没有觉得说 A 是刻意找自己麻烦，只是纯粹觉得说两个人之间可能讲话的问题啊。对吧？而且他也承认说，他其实自己有时候讲话也会不小心惹到 A， 然后也承认说自己偶尔会白目，对吧？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那个心想去恶意的白目，他也是用他的方法坚持在这段关系当中，希望这段关系能变好，希望两个人之间能维持好的关系啊，然后他也能感受得到，即便两个人之间有些状况可能不符合 A 对感情的期待啊，但是 A 还是努力的想要撑在这段关系当中，希望两个人之间关系能好，所以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感受得出 A 对自己的用心，只是说可能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一些观念上的摩擦会出现而已。然后呢，结婚牌代表，当然，我觉得不管说两人之间的关系磨合的怎么样，但对于 B 来讲 ，A 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而且他对于 A 也是有热情的，那就是要看说，那他自己本身的就两个人之间的各自的条件下，是不是能有结婚的条件？如果是有结婚条件的话，我觉得 B 会想要跟 A 往结婚的方向走。然后过去式的关系，但如果说真的因为某些现实条件啊，那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往这么深的感情方向走的话，那对于 B 来讲，不管说今天分开了，还是继续在一起，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在对方的生活当中，他会记得 A 这个人，就是跟 A 有过一段关系，有过一段情的这件事情。对于 B 来讲是很难忘的东西啊，对，就是不管说他在遇到了什么样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几率会在对方身上，或者说在跟对方互动的过程当中看到 A 的影子，然后甚至去怀念这个人，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们有些人断联的话，我觉得对方其实会想要再有见面的机会，但不见得他会有这个动作出来，但至少他就是会有，就是会期待说，也许会有再和好的再相聚的那一天。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之间现在的互动状况。第一张呢是宝剑国王、宝剑五跟吊人牌。移动一下。好，那宝剑国王代表这个是 A 的部分啊。A 的话，现在看起来其实跟状态没什么差别，一样在想象着这段关系能做的事情或者会发生的事情，但是
自己现实当中能做什么，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了。我觉得 A 跟 B 现在有点处在类似的状态，只是差别差在于，比起 B，A 可能会比较容易。其实我觉得两个真的半斤八两，我觉得很难比较出那个差别，因为我觉得两个人都是有想，但是就是不会去动，对，然后让这段关系就是一直卡在原状的状况。就是 A 现在看起来是他有这个想法，想去希望这段关系有更多不同的变化，这个发生更多的事情。可是重点是他现实当中也不知道怎么去动，然后也没什么计划性，那基本上就是好，那我就只好不动，就是只靠想象而已。然后呢，吊人牌是 B 的话，现在这段关系当中，他其实有这个热情，想要去让这段关系往更有趣的地方走。因为我觉得吊人牌它不是一个非得要往什么下一个阶段走的状况，我觉得他比较偏向于停留在现状，因为吊着嘛，他不太想要动。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吊着我就不能对一件事情有热衷跟热情了，但就是可能在不改变现况的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改变，他没有刻意的去说不改变，他只是不积极改变，对，不积极改变现况的情况下去热衷于这段关系的互动。所以讲简白一点，如果说这段关系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可能改变现况的互动，它就会变得很消极，态度就会有落差。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要维持现状的去互动，然后去拥有良好的关系的话，那我觉得 B 就会蛮主动的，然后蛮愿意去聊的这样。所以两个人之间现在的互动状况就是，我是觉得有一种还是继续处在意见交换跟意见磨合的过程当中啦，就是确切的关系大进展可能没有方向啦，但是两个人现在就是互相讨论，遇到事情就讨论，遇到事情就讨论，遇到事情就讨论，然后看看能不能慢慢的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当然，如果断联的话，那当然就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然后我是觉得啦，如果相较起来 ，B 可能比较有突然之间去密 A 的状况出来，但是可能密了之后，他也没有打算要去改变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状况。可能那既然不改变情况之下，可能聊一聊又消失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近未来。第一张呢是节制牌，然后圣杯5跟宝剑10。节制牌代表的是在近未来 ，A 面对到这段关系的心情是有一点点进入到好像那种没救了的感觉，没救了，就是不是说真的很负面的啦，可是对于一些存在很久的问题，或者是说存在很久的一些议题，可能真的暂时之间就是还是找不到解决方案，跟彼此都会觉得满意的一个处理方式。对，就譬如说，如果以后可能对于 A 来，因为 A 比较会幻想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毫无疑话他都会去幻想，所以 A 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如果5年之后怎样了，那你是不是应该就要怎样？然后这个问题就因为5年还没到，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对，可能 B 就没有办法给 A 任何准确的答案，就只能说你再等等看，到时候再看看。可是 A 对于这种回答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不告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就会一直去想象说有可能不同的答案是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很焦虑，然后就会变成说这个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虽然说 A 已经习惯这个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但是他依旧会给自己带来困扰。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是当下可以解决的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就算那个问题找到了，大家讲开了，可是对方会觉得他没有办法现在就改变，或者是说他觉得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他可能会再继续犯一样的问题，或者犯一样的错，或者是说闹出一样的笑话，这样。
所以对 A 来讲，他是有一种无奈的没救了这样子。那也不是说他就一定要放弃这段关系，是纯粹就觉得说好像这段关系很难透过彼此的反省去改善，就是蛮需要时间耗在那个地方的这样。然后有些问题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到那个点之前，你就是没办法解决。然后嘞，宝剑十这是 B 在近未来的感觉啦，就是他的一个状态。他的话就事情没办法解决，就是有些事情他没办法解决，他也不纠结，他就是忙他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 A 跟 B 在近未来都会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这段关系当中有些问题，他就持续卡在那个地方。要么就是时间还没到，我也没办法去解决啊；要么就是当下可能有一些习惯，有一些状态，不是说1天2天就能解决的。那在没有办法彻底解决之前，那大家就是继续熬在那个状况当中，然后过着日子这样。圣杯五了，基本上呢，两个人之间在近未来的互动状况，如果说是断联的，我还是觉得就是也许在未来有机会再碰上啦，有机会再，我所谓的碰上不一定见到面啦，就是纯粹说可能有机会再看到对方的消息这个样子，在未来那但是我觉得特别主动有哪一方去动的话，我是觉得 B 可能性会高一点点。但是就算真的联络上，就是断联的，如果真的联络上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进展出来啊，就是跟现在差不多，可能消失几率有蛮高，这样就是不了了之，也不能说他完全消失，他就是不了了之几率蛮高的。然后如果说纯粹还在相处当中，相处愉快的人，那其实就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就是老问题啊，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还在跟现况一样，就是还在一边讨论议题，一边设定目标，然后一边定目标，然后一边前进的状况，所以也没有说，我是觉得也没什么好与坏啊，对吧？没有什么好与坏啊。开心的时候还是有开心的时候，对吧？那意见不合的时候，需要互相讨论跟解决的时候，就也还是会有。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组的话，如果说是稳定在一起的话，它就是有一点稳定的去面对现实，并非只是停留在谈恋爱的状态，而是去面对现实，然后往现实当中的下一步去走的那种状态。它不是童话故事的那种感觉啦，但是就是真的去面对现实的生活好伙伴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来给一下那个海龟看关于你们关于这段关系的一个建议啦。第一张呢是水之二，然后跟勇气牌。水之二代表的是会希望你们勇于去面对，说你只要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就不可能100%满你的意啦，就是对方身上一定会有一些意见跟有一些观念是跟你不一样的，甚至有些兴趣爱好是跟你不一样的。但重点是，今天如果两个人想走下去，一定要去就是2选1嘛，不可能你走你的阳光道，他走他的独木桥，那两个人不可能有交集。那如果想要合在一起，然后又想走得长久的话，那就变成说每遇到一个问题就要2择1的阶段，你要选择他的还是选择你的？那就算是妥协，一定会有一个人妥协比较多，有一个人妥协比较少，这是你要去承认的问题。那就是不能说承认的问题啊，承认的一个它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重点就是说，谁在这个议题下，谁的方式是比较踏实、比较能走得长久的，那你可能就要顺着他去做。譬如说，以前你会吃高级料理，那现在对你们两个既然要成为就是往未来发展的人，那可能对方就会觉得说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在吃的上面。那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你就要去考虑说，到底是你的方式吃高级料理这件事情比较能让你们走得长久，还是他的态度在吃的上面真的不需要每次都花那么多钱的态度能让你们走得长久，下去决定说要选哪边的走。那有时候可能是你的意见比较好，有时候是他的意见比较好。那不要因为好像跟随着对方的意见，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就会对自己不公平？这样也不需要，就是这个就是必然的会发生事情。如果你想要一段关系走得远、走得长久的话，对吧？然后不要就是要有勇气去跟对方说，跟
就是找对方做你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让对方去了解你真正内心当中你想做的事情，那两人之间才有，就算了解会造成误会，就算了解会造成磨合，但是你不透过了解的话，两个人永远都走不深。所以该让对方了解自己，然后该去面对到对方跟自己不同的这个勇气还是要有的。好啦，基本上呢，这是选到海龟你们的牌喽。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点赞，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海豚你们的不是金鱼啦，你们的牌喽。有关你们跟心中的对象现在的关系状态，然后呢，我一样会分成 A 跟 B 来解说，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现实状况下去带入角色。这边的话是 A 的，这边是 B 的。我们现在看一下 A 现在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状况。第一张呢是钱币皇后、钱币9跟圣杯5。钱币皇后代表的是 A 现在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说真的，内心深处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状态，但是绝对不会露给对方知道。基本上呢，在对方面前也好，在其他人面前也好，展示出来都是蛮沉稳，然后蛮懂得自己要什么，然后蛮专业的一个形象的。但是其实，在面对到跟 B 之间的关系，是对于未来现实性的没有安全感，就是时不时其实会在心里面默默的想说，到底跟这个人在一起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实际感，然后到底有没有意义啊？那也不是说现在已经得到了结论，但是确实这个对象的某些行为跟某些条件会让自己纠结，到底还有没有必要投资在这个人身上？那继续投资在这个人身上值得吗？并不是说现在自己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只是纯粹的有一点说在像是打评价的那种感觉。然后嘞，钱币9代表但是呢，大部分 A 的想法都比较是还是想要跟这个人继续拥有良好的关系啦。特别是在工作上有交集的人，会觉得说，如果说可能跟对方拥有一个好的关系，或者是说能跟对方更深一步的话，或许对于就是在感情上也好，或在工作上也好，也许都能带来蛮好的影响的。所以呢，工作上有牵扯的人的话，会觉得说那当然还是要以公事上能彼此帮助为最佳优先考量啦。那如果说工作上没交集的，钱币9只是纯粹代表 A 现在的心态就是以能顾好自己的前提下，然后把自己打理的明明白白，然后舒舒服服的这个情况下呢，再去顾这段关系。所以呢，如果说自己现在本身的状态是处在一个还不错，可能工作上也还稳定，那经济上也稳定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当然会或者说跟 B 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没有觉得被逼拖着走啊，没有觉得被逼搞得很痛苦，这种身心良好、身心舒服的情况下的话，那基本上还是会希望能跟 B 有更多不同的一个接触，然后还有更多不同的关系发展的，对吧？对，简单来讲，有那种未来现实的考量跟不安全感归不安全感，但是总体而言，我是觉得 A 都还是希望能跟 B 有关系的发展的。然后圣杯5 A 的话，我觉得对 A 来讲啊，如果说关系有发生任何的事情，都会希望能有再来一次的机会。那这个再来一次机会，并没有说一定要跟以前一模一样，但至少可以，就会觉得说能不能重新再来一次，也许自己这一次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就譬如说，如果两个人之间有吵架，甚至是分手状况的话，那 A 的想法就是说，那也许再来一次，自己可能就不会用那样方式去处理分手这件事情，然后自己就不会用那样的态度去面对对方，可能会想要做得更坏，也有可能想要做得更好啦。就纯粹说 A 有一点想要重新洗牌一次过去某一个决定的状况，就是面对到这段关系的处理方式有想要重新洗牌的一个想法在，但没有说一定要啦，只是说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处良好的对象 A 的心态A 的状况，他就觉得说，
两个人的关系就算有一些跌宕啊，但是如果最后都能很和好，然后两个人之间都能找到新的方式跟彼此相处的话，那基本上对于 A 来讲就有安全感。只要是现实当中能经营得动的东西啦，那对于 A 来讲就是有安全感。他其实我觉得对于 A 来讲，他其实不是这么情绪用事或是感情用事的人，就是他就基本上不是一个恋爱脑啊，所以呢，他可以接受一段关系有磨合的这件事情，只要磨合有意义，然后关系能有成长，能有学习，就算慢，他也是觉得说那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但只是说，既然不是感情用事，那只要是需要磨合的一天，只要他觉得未来还有更多目标要做的一天，他可能就是时不时就会去评判一下这段关系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哪里，然后想要更好的地方在哪里，就会这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嘛。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B 的状况。B 的话，第一张呢是正义牌，然后吊人跟力量。正义牌 B 现在的状态是，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这一段关系给自己或者是对方，就是 A，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两个人之间他能感觉到有些性格不合的地方。那如果再继续相处下去的话，他觉得可能要么是自己会觉得痛苦嘛，那不能说觉得痛苦，会觉得说很空虚，不然就是对方可能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彼此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了解彼此的状况，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因为性格不合做出一些让对方失望的事情，这个是 B 在担心的事情啦。甚至是有可能 B 已经在这段关系当中做过一些会让 A 失望的事情，或是 A 基本上已经做过，就是可能彼此之间已经有碰过让对方失望的事情，而且那个失望的事情不是就是会觉得比较有一点点像背后捅刀的感觉啦，对啊，不是纯粹那种吵架，而是有一点点背后捅刀的感觉。那这个就会让 B 有点担心，说他跟 A 之间的状况到底能不能长久了。就是要么就是已经发生过，那件事情其实对于 B 来讲，他是耿耿于怀的。就是不管说是今天是他做还是对方做，他都觉得可能心里面那个坎过不去，也害怕说这段关系可能不会有什么未来更好的状况发生。这样就可能怕是会从此之后往坏的地方走啦。那再来是，如果没有发生过的话，那纯粹就是 B 会去担忧说，按照两个人之间的个性跟相处方式，还有可能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条件的状况，他害怕在未来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让 A 不舒服的事情。然后呢，吊人牌代表。但是，反正对他来讲呢，现在就是维持原状吧。他也没有特别对这段关系有什么太过明显的未来计划，或者是说太过明显想要改变这段关系的一些意图了。他可能还是会偏向于就是维持现状，然后继续经营为主。因为可能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光是要维持关系的。按照原状下去维持，甚至是说可能按照两个人之间的规划维持关系，他就觉得其实有一点辛苦了。我觉得 B 的这边感受出来是好像，如果他没有做错事情，或者是说他本身的他如果还没有做错事情，他就觉得说这段关系其实有些地方让他维持的有点辛苦，对。那或者说在未来会害怕自己做错事情。那如果说他已经做错事情了的情况下，或者说这段关系有人做错事情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跨过那个坎。对，就算说今天犯错是自己，他也觉得说，第一个可能不敢面对啊，那第二个可能是他也会担心说自己下一次还可能会再犯。
如果说再遇到一样情况，他可能没有办法，也许还是只会用一样的方式来做解决。然后嘞，力量牌代表，但对他而言，目前经营这段关系就是量力而为啦，他能做多少算多少。但重点是他跟 A 一样，都不是一个情感用事的人，这个也挺现实考量的。所以呢，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是新的，亦或是再一次遇到一样的状况，他所选择的方式都一定是比较现实的方式。也就是说，对他那边来讲，在考量上比较符合现实利益的解决方法。所以，就算这个解决方法可能某种程度上碍到 A 的利益，他有可能还是会选择，他认为比较符合他的现实利益的那个方式去处理了。对，当然啦，就是对他来讲，就是他也会害怕说自己这样的一个做法跟考量，可能在未来会伤害到 A， 或者说会让彼此不愉快。可是对他来讲，就是那是他的个性跟他现在的一个态度啊，就是量力而为，他不会为了这段关系去做出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情。目前是这一个态度。但我觉得 A 可能也是啦，我觉得 A 跟 B 其实状态都有一点像，只是说 A 的话比较乐观一点。如果说两个人之间能在很多问题上能讲出一个方案来，讲出一个方向来，那基本上就是可以慢慢前进，慢慢变好的一个稍微比 A 再乐观一点的态度。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A 对 B 的想法。第一张呢是女祭司、宝剑七、权杖10，原谅与学习，表达你的爱。好，那女祭司代表A 基本上是觉得 B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考量而已，然后自己在心里面想而已，然后自己就决定了。就譬如说，他觉得怎么样做对大家最好，然后他怎么样做才会皆大欢喜，那再怎么样做才是最符合现实考量的决定。就是很多时候 B 都是自己决定，然后没有跟 A 商讨，然后他自以为对大家都好的决定，但殊不知其实对于 A 来讲，或者对于其他另外一方，就是可能两个人以外的人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一个决定，对吧？那有时候 A 其实蛮不喜欢 B 做决定的方式，但是也没有到真的否认说 B 就一定做的是错的，这是个重点。因为呢，我觉得 A 他也不是一个完全就是情绪用事的人，所以呢，他其实也懂得什么叫做现实利益。他也懂得什么叫做也懂得叫做什么那叫什么？以当下的什么叫做最好的决定啦？这样就是我觉得 A 跟 B 在对很多事情的处理上的观点其实蛮类似的啦。所以就变成说，即便他不喜欢 B 的做决定的这个方式，但是有时候 B 做出来决定，他也没有到，也不是说完全不认同，就是可以理解，但是就没办法谅解那种感觉。然后嘞，宝剑七代表那 A 有时候他基本上是觉得 B，其实蛮担忧 B 是一个可能真的遇到一些事情了，或是遇到一些纷争，然后就会当缩头乌龟的人。不是说对方是真的不处理，但是就是会选择逃避或是迂回战术的那种状态啦。然后这一点有时候会让 A 觉得就是不是很开心就有时候 A 可能会出现那种类似迂回战术，或者是说就是因为麻烦所以干脆不做，那或者是说因为就是牵扯的太多，所以他宁愿就是牺牲自己的期待啦。就譬如说，现实当中要改变的地方太多，那他会宁愿就是牺牲自己的愿望的那一种感觉啦。有时候其实这一点会让 A 觉得
比较不那么喜欢。对，就是你讲这么多，不就是因为你觉得很难或者是很麻烦吗？但是你又说你想要那些东西之类的。然后嘞，权杖十代表，然后 A 基本上有时候会替 B 觉得可惜，因为他们觉得说 B 身上好像有很多的责任在，然后好像就是工作狂啊，或责任狂，或是说家庭里面有负担要存在，就是应该家里面有负担要去扛。但是有时候 A 会觉得很可惜跟心疼的地方，是因为有些东西 B 其实不需要去扛，有时候 B 可以放自己自由一下，有时候 B 自己可以轻松一下，但为什么好像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很辛苦，然后甚至去扛一些他不见得需要扛的事情，或者说把自己搞得这么焦头烂额，压力这么大，又何必这样？所以我才说，其实有时候 B 的决定、B 的做法 ，A 就算能理解，但是很难认同，也很难去谅解。如果说那个行为有去伤害到 A 的话，然后嘞，原谅与学习代表，那当然如果是字面上的意思，那如果两个人之间有做任何的问题。有发生任何的问题，譬如说，如果今天是 B 做错事情的话，那 A 就会觉得说，B 有时候做错事情，然后就会好像没事情发生，然后想要带过他，就好像风头过了就会慢慢好了，然后而不是正面的去跟他做解决。那这个点会有时候会让 A 觉得就是蛮不开心的。就是你既然知道自己做错事情，那你为什么不来道歉跟解决？而是你就觉得说时间过了，可能就是装死这样子，慢慢拖过去。那如果说是A 今天自己做错事情的话，那可能他就觉得说 B 可能就在等道歉，B 在等着 A 去道歉，这样。所以基本上是看哪一方有状况啦，那基本上都会就是会在 A 的观点来看如果是 B 做错事情的话，他就觉得 B 就想带过，没有好好正面去解决。那如果是他自己做错事情，他就觉得 B 在等他，这样。然后表达你的爱，我觉得对于 A 来讲，他还是很想要，就是基本上这段关系对于 A 来讲，他还是很有谈恋爱的心情在了。这段关系未来有没有长远的可行性不知道，但至少对于 A 来讲，他现在还是想要跟 B 谈恋爱的状况，还是想要跟 B 聊聊天的状况，但就是要看 B 如果遇到问题，他愿不愿意出来把事情讲清楚。对，我觉得这一组的话是，至少目前看起来，我们还没看这一，但是至少目前看起来，在 A 跟 B 的态度当中，从 A 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 B 很多时候逃避问题，但是逃避问题又并不代表说这个人没责任感，这个人就是责任感过重。所以导致说，当今天自己跟对方，当自己今天跟B 的责任成冲突的时候 ，B 的话不会管自己，那这一点会让 A 有点不开心，这样子。而且重点是 B 的责任分配不是由 A 来决。好，刚刚相机没电了，所以我刚刚去换了电池，所以这边接上来。好，刚刚讲到这张牌，那表达你的爱。基本上呢，我是觉得对于 A 来讲，他现在还是会想要，对，那我还重复源头的话来讲，他还是会想要跟 A 能有关系的好的发展，甚至还有谈恋爱的心情啦。但是其他因为一些因素的关系，那导致对于 A 来讲，他没有办法对于 B 完完全全的放心，即便有这个心。那我们来看一下 B 对于 A 的想法。第一张呢是权币5，皇后牌，宝剑皇后，浪漫的感觉跟非常快。那钱币5代表的是，对于 B 来讲，他觉得呢，总觉得跟 A 相处的情况下，常常会有没有办法，就是他总觉得自己在未来会有辜负A 的那种可能性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B 一直有这一种想法在，可能是因为他一直觉得他自己的钱不够，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的感情条件可能有其他需要顾虑的人，或者是说可能已经看到两个人之间在未来会因为一些家庭观，会因为一些生活观念不一样的缘故，导致他总觉得在未来他跟 A 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些彼此无法理解的地方在，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或说出一些话让 A 伤心跟难过了，对吧？那女皇牌，但基本上他都觉得 A 本身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人，那是自己可能本身的条件有一些配不太上 A 的状况，对，那也觉得 A 呢很温柔，然后很成熟，然后甚至是在一些工作或是事业上还算是蛮有成功的一个人的。那相较于自己的状况，可能自己身上有一些地方在跟 A 搭起来是不太般配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有一些，除了说是他自己对现实，说是逼自己对现实的考量，所以导致到他觉得可能跟 A 未来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同时之间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 A 的条件真的比他好，那他自己本身有些条件让他自卑，所以他会觉得说可能在未来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可能没有办法跟上这一段关系的一个举动了。然后嘞，宝剑皇后，那基本上现在对于 B 来说，他觉得有时候不太能抓得准 A 的脾气啦。我不知道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如果有发生任何就是不愉快的话，那他会觉得 A 现在的态度他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对自己是好的态度还是不好的态度。对，那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两个人只是纯粹还相处当中的状况，那 B 也只是觉得有时候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不太能抓准 A 的脾气啦。有时候 B 能感觉出来 A 没安全感，所以做出一些事情去表达那个没有安全感，但是可能 A 在表达没有安全感的一些方式，在寻求安全感的一些方式，并没有让 B 非常的喜欢，或是并没有让 B 非常的能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都有相像的地方，就是都有他们现实考量的互相能理解的地方，但同时之间彼此在处理这段关系的方式，还有寻找安全感的方式，还有觉得第一顺位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A 跟 B。好，然后嘞，浪漫的感觉，那字面上的意思 ，B 当然是对 A 是有好感，是有喜欢的，但是呢，对他来讲，感情这种东西不是只有感觉，就是不是只有说爱情，然后他就能成事的。对吧？那虽然说自己对于 A 是有感觉没错，然后也认为A 是一个就是蛮适合谈恋爱，然后会让自己骄傲的人没错，但重点就是可能两个人之间彼此有一些条件上，还有一些个性上，并不是真的这么的合拍啦，对吧？然后非常快，他觉得就是 A 蛮了解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的。那如果今天自己的条件一旦不好了，先不用到自己走开 ，A 就有可能自己会先走了啦。如果今天 B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说条件真的变得非常非常差，那 A 可能也基于实际上的考量，可能就也会抛弃掉他，去寻找其他更适合自己的地方在。我觉得对于 B 来讲，他其实没有对于 A 的感情这么的乐观。即便 A 跟他讲说很喜欢他，或是 A 跟他讲说什么自己对这段关系有多么的期待，但是对于 B 来讲，他感受到 A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蛮实际的人。如果说今天状况不好，他的状况不佳了，态度不佳，那 A 有可能也是会走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 B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 A 也没什么安全感，只是说他不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有点爱面子，我觉得 B 这个人其实有点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以外，那既然不想承认，他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就是既然不承认的话，那就肯定是因为现实上的考量，而不是情绪上没有安全感的缘故，去做出对这段关系当中的所有事情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 跟 B 现在的一个
相处状况。第一张呢是钱币八、宝剑骑士跟宝剑五。钱币八代表的是 A 现在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是继续经营啊。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兴趣经营这段关系啦，只是说能想得出来的经营方式就那几样而已，也没什么新的把戏能变出来啦。所以，特别是对于 A 来讲，那继续经营这段关系肯定是没问题，也有这个意愿度在。但是重点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能让，也不知道怎么做能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就是除了好，你说。除了每天好，假设打电话聊聊天、聊公事这样子，然后分享彼此的心情，好，这是一个正常可能谈恋爱间会去维持感情的一个方式。但重点就是，除了每天分享这些东西、聊这些一样的内容以外，难道聊了就会让关系变得更好吗？可能也不会。但重点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坦白讲，目前也不知道，对吧？就变成说有经营了，但是你说要有什么样更新颖的方法，目前还找不到。然后呢，宝剑五是 B 的 ，B 在现在在经营这段关系当中，他的话是认为，很多他基本上是觉得，如果跟 A 有任何不愉快的点，或者是说可能意见不合的地方，都希望彼此之间能找到协调的方式啊。对他来讲，他其实不太想要跟A 吵架，即便说他今天做了任何的事情，他的缘由都不是要为了去伤害 A， 或是为了要去跟 A 吵架，只能说他自己本身就知道，可能现在或许是未来，他可能或多或少会做出一些会让 A 失望，或者说伤害到 A， 甚至会让 A 觉得有一点过分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他从来没有这个心。然后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东西，他也会尽他的力去弥补啦。对，但是呢，可能不见得会让 A 满意，但至少，因为他有爱面子嘛，可能基于面子，基于一些现实上的考量，可能就是尽力的去做出事后的弥补。然后嘞，宝剑骑士代表两个人的现况，没联络的话，也许在近期会有一些联络的状况出现啦。对啊，那。有持续在互动的人的话，那当然就是继续有互动的状况，但是好像没什么特别大，就是在现况来讲，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事发生，对啊，我所谓的大事就是，我们没有在看过去，我们是说可能现在这几天，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特殊的大事发生，因为现阶段看起来就是两个人就是按照 A 就是按照过往的状况经营，然后 B 呢也是按照过往自己的状况，然后还有想法经营，会发生的事情顶多就是过往大家知道可能会在未来发生事情发生了而已。所以就算现阶段有发生的一些很令人错愕的事情，但讲到底那些错愕的事情都是在过往彼此之间，或者说对于 B 来讲就已经有可能会发生事情了。所以那个大事，换句话说也没有到真的很大，也没有到真的很令人错愕了。那件就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了，彼此之间就也还是会想要保持沟通啦，不一定要讲得很深，或是说一定要把事情讲得很开。如果对方不想讲的话，也不会逼啦，但是就还是会希望能保持一定的沟通程度，不要让任何一方蒙在鼓底的感觉。然后嘞，再进位来看一下两个人之间状况。第一张呢是钱币侍者，然后圣杯一跟宝剑四。钱币侍者代表，在近未来 A 的话，看起来还是跟现在没什么差别，就还是有这个意愿去经营啦。但是呢，也跟现在一样，有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有些没有办法靠自己单独来解决的东西，必须得靠对方来解决的东西，没进展就是没进展。那基本上就是能推多少算多少，能帮对方断多少算多少。那能在这段关系当中，给出一点台阶，能给多少算多少。但就是对这段关系的推动跟解决问题的效率度有多少帮助，自己也不是很确定。然后呢，宝剑师是对方的，不能说对方啦，就是 B 的啦。那 B 的状态就是，如果说今天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在关系当中发生任何事情，他可能就会躲一阵子的风头，自己去思考一下之后才出来啊。那就是
其实说真的，就是跟 A 对他的想法没什么差别。B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自己去思考，然后他不见得会让对方参与他的决定啦，所以很多时候得出来的结果跟答案会让 A 很错愕，但是没办法。然后圣杯一代表两个人之间在近未来看起来，如果说是恋爱中的对象，那基本上呢就还是保持，当然就是两个人之间就还是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喜欢啦，就是爱的这一件事情是某种程度它是有增温的啦。那现况有任何的问题，可能在未来会得到一定的疏解，对，它可能不是完全的解决，但或许A 有意愿给台阶，或是 A 有意愿去解决的话 ，B 也是有意愿度去配合，或是 A 可能去思考过后之后会做出一些事情，然后让 A 觉得说至少他有意愿出来去解决，或是说至少有让 A 感觉到他有这个意愿去谈啊。虽然说也许得到的结果不是100%的完美，但至少能感觉到对方彼此之间还是有在乎这段关系的心。好，然后来给一下你关于你们这段关系的建议。第一张是火之皇后，然后跟想象力。火之皇后代表是不管你们是 A 或 B 啊，给你们的建议就是确定自己真的要的东西是什么，不管说是对于这个人，还是对于这段关系，还是对于自己的感情啊，就是确定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确定之后，就是该斩的就斩，那该放弃的就放弃。我没有说一定是这段关系，如果今天要斩的、要放弃的是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习惯，然后自己的一些待人处事、交友的方式，但那就该斩就断，就是时候到了就斩吧，时候到就是断吧，该定下来就定下来吧，该放重心在这个人身上就放吧，这样。那如果说今天你觉得是这段关系是不好的，不符合你的理想，也不是你想要的，那既然有发生任何事情，然后让你去好的时机点让你去斩断这段关系，那你就趁势而为就斩掉这段关系吧。所以搞清楚你们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这段关系？是的话，那该清理掉的是什么，去清理掉。那不是的话，该清理掉这段关系的时候去清理掉，这样。然后嘞，想象力代表你们现实是自己创造出来，而不是纯粹用靠想象出来的，对吧？那你犹豫不决，或者是说一直在觉得说啊，也许未来会怎样，未来会怎样。如果你都是用靠想象的方式去活这段关系的话，或是去追寻你自己对于感情的理想的话，那基本上你会蛮辛苦的啦，就是因为你会一直觉得失去控制的感觉，跟你一直没有办法安下心来的状态。所以呢，不是只是靠想象而已，该行动的时候就要行动了啦。好啦，基本上呢，这选到金鱼你们的牌喽。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啦，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章鱼你们的牌喽，有关你们心中的对象现在的关系状态。那我要分成 A 跟 B， 你们就会按照自己的现况下去做角色的代入。这边是 A 的，然后这边是 B 的。我们现在看一下 A 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状态。第一张呢是宝剑4、圣杯2跟钱币1。好。宝剑4代表 A 目前在这段关系当中呢，其实是有一点点降温的状态，但我并不是说他不在乎这段关系的，只是说可能前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有好有坏，然后就像任何关系都会有起起落落，然后很多意外的事情啊，但是可能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该遇的也遇过了，甚至是有些状况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了，那拖的事情也都是那几样的缘故，渐渐的已经有一点习惯了这段关系的一些波澜，然后反而变成了一个反正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反正就也是持平在那个地方，不然就是要怎么样？那就与其在那边焦虑，与其在那边给予很大的希望，与其在那边开心，然后难过、伤心，然后不开心，那不如就平淡一点看待这段关系吧，不然就平淡一点看待 B 这个人吧，这样子，我觉得是有一点走到随遇而安的感觉啦。但是那种随遇而安，不是因为说自己对这段关系没有兴趣，而是他已经走到了一个
就是有一点对于 A 来讲走到一个平淡期的状况。然后嘞，圣杯二代表就曾经可能对这段关系很热，然后很喜欢，然后有各种的期待吧。但是可能随着时间经过，然后越了解这个人，然后越了解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立场，那慢慢的就是越看越踏实啊，然后越看越理智，然后相对应的就是越来越冷的那种感觉。那反正也没有说这段关系不好，就是摆着吧，然后就是经营着吧。那在一起的基本上就是慢慢经营，然后更加实际、更加冷静的去看待这段关系未来要怎么做，然后要能让彼此更好，然后能走得更长久。那是渐渐的脱离那种热恋期的感觉啦。如果说是在一起的对象，他其实有点走入到就类似老夫老妻期的那种状况，然后开始去冷静的思考这段关系的各种事情。然后呢，钱币一代表的是 A 目前的话还是会以，如果说这段关系是他目前想要经营的话，那他就会蛮理智的去思考说，那怎么样做才是对这段关系真正的投资啊？譬如说，如果跟对方在一起很久的话，是不是要考虑结婚？那如果结了婚的话，是不是要考虑生小孩？那如果不考虑生小孩的话，那两个人之间之后的婚姻生活、退休生活有怎么样的思考方式？就是会比较长远且实际的去考量未来各种这段关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要怎么样去计划。但就是因为越来越冷静的去看待这段关系的缘故啦，那就变成说，好像有一种冷却，然后看淡，然后看破的感觉。我觉得 A 给我这样的感觉是看淡啊、看破啊这样。然后，但是关系好的人也不是说他要放弃这段关系，也不是说好像就无情了、没有感情了，不是，他只是纯粹的。就人嘛，对于任何的事情、人事物都会走到一个类似那种倦怠期的感觉，或者是平淡期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B 的状况。B 的第一张是隐者，然后钱币10跟圣杯国王。隐者牌代表 B 现在的状态，他的话其实跟 A 有一点类似啦，就是在思考说这段关系的继续下去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到底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去规划这段关系会比较好，然后如果说两个人之间还没有很熟的话，其实也会去纠结说，那要跟你讲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好，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那什么样态度会是好的，什么样态度不太好。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在用脑袋在跟 A 相处的状况。我不知道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就纯粹也是蛮认真在思考两个人之间的未来的。对，他是很认真在思考，蛮现实的在考虑的，对吧？那我所谓现实，不是说不好的那种势力的那种，纯粹就是很认真在考虑两个人之间未来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如果说两个人之间有发生任何的状况，或者说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觉得对方就是用脑袋再去评判说怎么样跟你相处会比较恰当啦，就是还不是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很自在的相处的状况，就是他还是需要透过脑袋去思考，然后再吐出话跟做出行为。然后来钱币10代表相处良好的，当然我觉得就是慢慢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应该会想要组成家庭，也蛮重视家庭的，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慢慢的考虑要怎么样能把自己家庭这一块搞得就是做得更加的稳固，然后往更完美的地方去，对吧？然后会希望自己的工作跟事业都是两得意的啦。我觉得这个人呢，会希望自己的人生是稳固一点，然后有钱一点，然后胜利，像人生胜利组的那种感觉了。那基本上如果他把你画成是他未来的
组成家庭的对象的话，他就会希望说，把自己的条件打理得更好，然后拉着你一起变得更好，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家庭。然后嘞，圣杯国王，但是不免俗，他其实蛮在意周围人对他的想法的，所以有时候，当你的条件或是他的条件有一些，在别人眼中好像不是很好的状况出来的话，他有可能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跟别人的想法，突然之间改变了他原来在努力的目标。就譬如说，他原本呢是喜欢吃。假设喜欢吃红萝卜的好了，那因为周围人开始就说，你都几岁了，你还在吃红萝卜？随便讲个例子，这是个不是很好的例子。好了，假设他很爱吃棉花糖，然后周围人都说你都已经几岁，你还在吃棉花糖，那他就会默默的之后，他可能就会开始减少吃棉花糖的几率，然后频率了，然后开始慢慢的变成不吃棉花糖，拒绝吃棉花糖，即便你跟他一样爱吃棉花糖。所以有时候他在意他人的眼光，会不小心、不自觉的去影响到跟你之间的关系了。我觉得这个点呢，他不是不知道，他也不是没有注意到，可是他有他的偶像包袱在了。对，我觉得他有一点人际包袱在。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A 现在对 B 的想法。第一张呢是不是权杖一，然后那个节制牌，那个什么死神牌，你值得爱跟放开控制欲。权杖一代表的是，A 现在看 B 的想法呢，他其实我觉得对于 A 来讲 ，B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活泼，然后非常有企图心的一个人。就是在 A 的感觉当中，他对 B 的印象就是这样子，就是很敢往前冲，很敢说、很敢做的一个人，很直白的一个人。然后跟他谈恋爱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浪漫的那种感觉，然后非常有热度的感觉了，对吧？那节制牌，但是呢，有这样的个性，却在做某些决定点的时候非常的拖。然后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有些点却很优柔寡断，然后这个点会让 A 有时候难以理解，就是搞不太清楚到底你什么时候是能很直接、很直断的做决定，但什么时候又会优柔寡断，对吧？然后重点是他觉得 B 的优柔寡断是那一种，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就很好，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需要改变。当他觉得说这个地方、这个个性，或者说这个现在待的这个生活环境没什么不好的情况之下的话，即便别人再怎么劝他，他都会懒得去更改自己原来的状况。就是有时候 A 会觉得 B 不自觉的过度的待在了自己的舒适圈当中，即便呢，改变会对他更好，但他就有可能会对于改变自己的舒适圈或是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形态感到犹豫了，就会对于改变那样的事情感到犹豫。然后嘞，死神牌，所以有时候 A 跟 B 相处起来会有一点挫折啊，就会觉得一直有希望，但又一直没希望的感觉。就是你跟我讲说那些东西你会改，但是呢，迟迟没有看到你改，但是你又让我感觉到你会做。或者是说，你告诉我说你要来找我了，然后，但是你一直吃说这时间点不够要加班，然后机票买不到这样子，但是你又会做出很多行为让我觉得说你是想跟我见面的，然后你是想跟我相处的，这样就会很困惑。其实有时候 A 会对 B 产生蛮浓厚的困惑，是因为有时候 A 很主动，然后很冲动，好像很有积极度，但是呢，当真的碰到事情，然后真的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又会就是 B 又会出现那种优柔寡断的状况，然后好像安于现状，也没有特别想要改变，好像两个人现在这个样子就好。那对于 A 来讲，他就会觉得 B 让他充满着困惑，到底是行还不行？然后等久了，给希望给久了也会疲乏，就会有时候面对到 B 会有一种无力感，就你到底想干嘛？然后
你值得爱，你值得爱代表，A 现在呢会觉得，有时候其实会觉得说，讲到底 B 不过就是先顾自己啦，就是你自己想干嘛就想干嘛，你不想干嘛就不想干嘛，然后朝夕令改也都是看你自己的心情，但你又不承认说这是看你的心情，就有时候 A 会有这样子的对 B 有这样子的埋怨啦。你跟我讲各种理由，不过就是因为你当下突然之间不想做了而已，但你又不承认，或者是说你明明就是因为被别人怂恿，但你又不承认说你耳根子软的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 A 会对 B 挺失望的，就是讲到底你不过就是比较顾你自己，可是呢，在某些点上，因为 B 有时候对 A 又会很积极，然后又很热情，然后甚至是很关心，又会在某些个性上让 A 觉得说 B 有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 B 让自己感受到被爱，就是所以我才说 B 有时候的处理方式会让 A 觉得很困惑，就是你说在乎吗？他很多时候做的一些事情，说的一句话在乎，但是有时候到紧要关头，他做的一些决定又让自己觉得不被在乎，就是很困惑。放开控制欲，所以我觉得 A 现在就有一点算了，就算了，就是也不想要再去猜这个人到底要干嘛，所以我才说 A 有一种看破然后看淡的感觉，就是猜到底还是猜不透。还是搞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那你没有其他方法能做的情况之下，就让他去做吧。就是对于 A 来讲，他就放逼自己要干嘛就干嘛吧，懒得去管了，也不想要再强求什么，就是都已经告诉你说我要什么东西，那其他你要不要做，那就是给你自己的决定，放给 B 去做决定，对吧？因为他觉得，很多时候 B 感觉起来是随和的，感觉起来是能说服的，感觉 B 是有配合度的，但是真的到了那个点之后，那个配合度又突然之间会消失。重点是，消失的原因是为什么 A 搞不清楚，然后 B 也不见得会说。所以对于 A 来讲说跟 B 相处还很容易有那种挫败感，就是突然之间更改。就是突然之间转画风的那种挫败感。好，我们来看一下 B 对 A 的想法。第一张呢是钱币皇后权杖9、月亮牌、做出努力跟结婚牌。好，钱币皇后代表 B 对于 A 的想法，我觉得呢，对于 B 来讲，他是认为说 A 给他很强烈的安全感，有家的感觉啦，所以两个人基本上如果在一起很久的话，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他其实很习惯 A 的存在，很习惯跟 A 这个人相处，所以不管说两个人之间呈现在什么样的状况，他基本上都很想念，就是没有办法很久的脱离 A 啦，因为他时不时就会怀念起 A 对他的那一种照顾的感觉，然后那种稳重的感觉，然后关心的感觉，再加上 A 的关心都不是那一种就是很会让他觉得太过躁进或太过不舒服或太过幼稚的那种关心，而是那种比较成熟稳重，然后甚至有实际上帮助的一些，甚至给予一些蛮有用的建议的但是那个建议也不是那一种很聪明的建议，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确实有温暖到的一些话语，这样。那所以对于 B 来讲 ，A 是还蛮重要的一个人的，对。然后嘞，权杖9代表，但是呢，对于 B 来说，他会觉得跟 A 之间的关系会有一点辛苦啦。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在两个人之间彼此的条件上或是个性上，然后有一些外在因素的困难，所以会让 B 觉得要跟 A 相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是你要谨慎思考之后，才有办法跟他推下一步啊。然后嘞，月亮牌代表的很有可能这个问题是跟 A 的家庭关系有关 ，A 的家庭关系的缘故了。譬如说 A 的家庭观、A 的父母、A 的其他家人，可能会让 B 感觉到有点压力啦。即便说可能对于 A 来讲，根本就是他家人也没做什么事情，可是对于 B 来讲，他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会有想要定下来，甚至是会想要组成家庭的那种心。如果他还是单身的状况，就是还没有结婚的状况的话，会有这个心出现了。那他就会去顾虑到说，那对方的家庭条件怎么样，对方的家庭观又是怎么样，跟自己的符不符合，那未来能不能相处得好？那当然，如果说某一方或是就是已经是结婚的状态的话，那当然原来就是既有家庭的，对，不管说是两个人之间的家庭，还是说各自原来家庭的状况，可能都会是B认为两个人之间在走未来蛮大的一个问题点的。然后嘞，做出努力，基本上B 的心态就是他还是会想要去为这段关系做出一些努力啦，然后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会觉得有些地方就是力不从心啦。就譬如说，如果是跟 A 的家庭观有关系，跟 A 的家人有关系的话，他会觉得就算自己要再努力，可能也没有办法把 A 那边的家人给顾好，或是没有办法把 A 给照顾好。那反过来的话，如果说是他那边自己的家庭状况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就算他想要为这段关系而努力，可是他现实当中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条件去做。有些人甚至会去顾虑到小孩子的因素了。然后嘞，结婚牌当然字面上的意思啊，如果说真的有办法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他会是想要跟你成为长期伴侣的。但我没有觉得这组牌一定会结婚啊。虽然我觉得说对方有想要组成家庭的意图，或是蛮顾家庭的一个人，但是呢，如果说你跟他就是 A 跟 B 之间啊，如果说有一些现实上的条件很难去突破的话，或者是说某一方经济条件有状况的话，对，或是一些工作上的问题的话，没有办法走向结婚的话，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他可能就会选择用其他的方式跟你当长期的一个，跟你建立长期的关系了，跟 A 建立长期的关系。不好意思啊，我一直因为我现在在讲那个 B 对 A 的感觉，所以我一直不断跳回到你跟他。好，然后嘞，再来看一下现况。A 跟 B 现在的相处现况，第一张呢是女祭司，然后教皇牌跟星牌。现况的话，我觉得 A 嘛是蛮冷静的，也很理智啦，然后默默的在观察这段关系吧。就也说真的，有些地方 A 是真的有踩到，有些地方 A 是有被 B 踩到尾巴啦，所以有些 A 看官们，对啊，选到 A 的看官们，可能在心里面有一点记恨 B 的状况。就是不是说要找他麻烦，也不是要找他报仇，但纯粹就是 B 确实有做了一些事情，或是说他有些个性会让你觉得说这个可能要再好好的调整他，然后再好好的去观察这个人才行，这样子。我是觉得 A 现在在这段关系当中也没什么不好的状况出来了，主要就是认为这段关系当中还有很多地方可能需要调整，跟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教育对方的。然后嘞，星牌的话是 B 的 ，B 在现况的话，他没有，我觉得他是不想要过度乐观的去看待这段关系。
对，即便说两个人之间，我觉得他甚至是有一点点悲观的去看待这段关系，可是对他来讲，悲观就是实际的一种嘛，他不过就是看到现实当中可能有些条件没有那么的完美，然后在未来可能遇到一些状况，可能不见得自己有办法那么快的去承担，或者是说能去解决，所以就有一点点悲观的在看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啦。但是那个悲观不会让他说就是不想去经营这段关系，只是纯粹的。也没办法太过积极啊。然后嘞，那个教皇牌代表两个人之间现况的互动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现在都有一种想要突破重围，然后找到属于两个人自己的相处方式吧。因为我觉得这段关系当中，可能牵扯到的外在因素其实也不算少啊。除了两个人之间谈恋爱以外，可能如果真的要再更进一步的话，可能家人啊、工作啊，还有朋友啊，可能都要加入到考虑的当中啦。就是肯定这段感情，如果真的要符合两个人彼此的期待，继续走下去的话，一定会有一点非传统。所谓的传统，并不是说大众传统，而是说可能各自的家庭背景，可能不见得会符合各自家庭背景的期待了，对吧？那所以现阶段两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共识。如果今天这段关系要有更多的发展的话，都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有一些闲言闲语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进来了，不能说人家也是讲坏话，可能就是人家会有不同的意见，希望你怎么做这样子的一些意见进来，那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共同去克服的。我觉得对于 A 来讲的话，要看情况啊。我觉得对于 A 来讲的话，有些东西如果说有些东西如果非传统，但是对自己好的话，那为了这段关系去放弃一些自己的习惯可以，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一段关系给自己带来非常非常不愉快的状态，然后甚至会影响到自己原来的稳定的生活的话，我觉得 A 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放弃对这段关系的经营。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讲到那么重啊。我觉得对于 A 来讲，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在观察，因为现在自己也越来越冷静了，就是自己思考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冷静的状况。然后 B 的话，我觉得他虽然消极归消极，悲观有时候悲观归悲观，但是对于这段关系还是有很大想要互动的那种感觉，只是如何真的稳定踏实的往非就是符合两个期待，但是又有点非传统的地方去，这可能就是还不是这么有计划性的状态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近未来，近未来的话，第一张是钱币9、圣杯7跟那个审判牌，因为好像。钱币9呢，代表的是，我是觉得目前看起来，近未来的话 ，A 还是会出现在一个自己过自己的状态啦，先把自己顾好之后再说。那对于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有两个人不合的点 ，A 可能不计较就不计较。我觉得 A 不是一个爱计较的人啦，除非说是真的很过分的东西，不然的话。其实只是一些不愉快 ，A 在忙自己生活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就是不自觉就是忘掉那些不愉快了。所以对于 A 来讲，顾好自己的生活才是他在近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其他的话就是之后再说，对啊。然后他也不急着在现况或是近未来 A 都不急着去改变这段关系了，稳定就好。然后。观察吧，这样子，因为我觉得 A 已经走入到一种，我也不想给你太多的期待，因为每次期待都是，反正也不能按照我的要求走，那我就何必再去要求？因为无力感带来的那一种放任感，
然后嘞，审判牌代表的是对于 B 在近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现啊，对于自己的家庭啊，然后对自己的工作啊，然后对于自己的金钱生活这一块，他可能对于自己的人生当中所谓的人生稳定度跟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处理人生规划人生这件事情，他在未来会遇到一些状况跟课题啦。可是这个跟 A 其实没有太直接性的关系，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状况问题，而且这个状况问题应该是他自己造成的啦。可能过去他选择拖着没解决的事情，或是说过去他选择没有积极去争取的东西，导致到某些后果的出现，所以他被逼着要去面对的状况，或是说让他得到了一些启发的状况啦。不过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是他自己的课题多过于是他跟 A 之间的关系。然后嘞，圣杯七，两个人之间在近未来呢，对于这段关系都还是有很多的想象跟期许在的，这样。那只是说，可能两个人之间就比较多是偏在于就是想想而已吧，就实际上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出来。也许会讨论到更多的东西啦，那或许是说两个人之间各自会去对这段关系进行一些想象未来的状况，但是呢，实际上去将那些想象落实在现实当中的动作，目前在近期的未来大概3个月左右，没有什么太大的履行想象的那个动作出来的。然后呢，来看一下给这段关系的建议。第一张呢是水之七，然后呢是那个温和牌。水之七代表，不管你们选到 A 或 B 啦，都会建议你们说停止想象啦，确定一个点，就是确定一个点，然后确定那个优先顺序，就开始动手做了，然后聚焦在那个点上了。对，就我觉得对于给 A 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他 A 自己应该也明白，有时候在面对到 B 这个人，很多期待跟期望，他基本上就是看似有机会，但是落空或是拖延的次数蛮高的缘故。所以你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人身上，然后期待他去完成，按照你的进度去完成，按照他答应你的事情去完成，我是觉得，比较吃力不讨好，不如靠你自己会比较踏实一点，靠你去改变，然后靠你去鞭策，然后靠你去跟进计划，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比较有执行度一点。那给 B 的建议就是，也是一样啊，基本上你们如果已经讨论好什么东西，然后优先顺序也就讨论好的话，就不建议你因为。也许对你来讲有突发状况，但是如果真的有突发状况，我也是会建议你说，你突发也不能突发太多次啊，突发到对方都觉得有点过分了。那你可能如果说你真的很在乎这段关系的话，就会建议你，就算有突发状况，也尽可能去减少突发状况影响到这段关系啊。然后嘞，温柔牌代表那。当然啦，就是老话一句啦，就是不管说你今天是 A 或 B， 在面对到跟对方讨论自己的未来想象跟未来要求的时候，你要去顾虑到对方的状况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对于这段关系有很多的期许、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想要推行的计划，但是你还是得去顾虑到对方那边的条件怎么样，他现在适不适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提的东西越多，对方也许对于你来讲，你提的 A、B、C 5项，对你来讲是真的没什么，对你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你的出生状况、你的工作状况、你的能力状况跟对方是不一样的。那也许你提出来这5项，你耗费的
耗费的体力就只有5，但是也许对对方来讲，你提出来这5项，他耗费的体力要是10啊。以他的条件跟状况来讲，你说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他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优点跟弱点，那也许你刚好你提的东西就是在他的弱点，他需要时间所以会建议你说，在面对这段关系也好，或是面对到对方也好，当你在提出自己的条件的时候，你要去顾虑到对方的状况，你再去提，或者说你要去做取消，或是取消也好，或者说继续也好，那你都要去顾虑到对方的一个状况然后尽量是减少。对，你可以有期待，但是透过优先顺序，一次只做一样这件事情，来减少彼此的负担好，基本上呢，这是选到章鱼你们的牌咯。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啦，拜拜。好，那就是今天全部的解说啦，希望这次的双人关系有帮助到大家，那就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